Hello，大家好，我是一路，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上次我们讲到了菲洛救了被公职勇者踢出自己的团队而选择自杀的莉西亚，让他加入了自己的团队。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讲。新的同伴莉西亚加入之后，卡尔米拉岛依然处于活跃期，也就是网络游戏举办的升级奖励，打怪可以获得额外的大量经验值。上文一行人决定留下来继续升级，来提高自己的等级与实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上文一行人等级已经达到了极限。留下来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上文他们决定离开。因为上文和树对打的事情，再加上上文很讨厌与他们同坐一条船，所以特意的错开了时间。反正上船之后也是打算用瞬移回到王国，坐船只是走个过场罢了。上文和女王说了这些之后，女王也选择与上文一行人提前坐船离开。在船上，上文发现莉西亚依然东张西望地寻找着树的身影。当莉西亚知道了时间是错开的，他就又一次发出了他特有的声音。上文表示近期不许他再寻找树，偷偷跟踪树，不许和树有任何的联系。树现在正在气头上，不一定会如何对待莉西亚，所以暂时还是让莉西亚不要与树有任何的接触。拉夫塔利亚握着莉西亚的手说道：“我们一起努力吧。”就在这个时候，菲洛也跑了过来，我也要一起努力。上文离开之前吸收了这次的 BOSS 次元冗余的素材，解锁了各种新的盾牌与技能，其中就有一个技能很有意思，叫做气泡盾，也就是在水里制造一个气泡来给人提供呼吸。虽说一旦浮上去就会破开，但是还是很有用的。可惜这次在海里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否则一定会派得上用场。返回王国后，上文去了老爹的武器店，把搜集到的素材和自己一行人的装备交给了老爹，请老爹帮忙改良自己的装备，要求一定是要按照最好的标准来进行改良，所有的相关费用都会由王国进行承担。另外，上文还拿出了很多稀有的素材送给老爹，当做是补偿。因为之前上文复制了很多老爹的武器店里面的装备，莉西亚看着好不容易到手的属于自己的玩偶服被拿走了，表情很是失落的喃喃自语。上文说道：“又不是不还给你了，别说那种好像我抢走了你的装备似的，多让人误会，只是暂时帮你拿去升级改良去了，到时候会变成更好的属于你自己的装备给你。”但是莉西亚还是很失落。这可真是好久没分到过属于自己的装备的表情啊！这可真是严重的差别对待的后遗症啊！从老爹的武器店出来之后，就碰到了被上文解救出来的拉夫塔利亚同乡吉尔，还有他所在领地的代理领主。吉尔是来保护拉夫塔利亚的，声称自己已经知道了拉夫塔利亚是上文的奴隶，并且强迫他战斗。在岛上发生的浪潮也是上文去强迫拉夫塔利亚战斗的。吉尔表示自己一定要保护拉夫塔利亚。伴随着拉夫塔利亚的解释，吉尔知道了一切。几个人一起找了个餐馆坐了下来。坐下来的吉尔说道，他也要参与对抗浪潮的战斗。可惜拉夫塔利亚一个手刀打在了他的头上，阴沉的说道：“不行，不能就这么草率的参与对抗浪潮的战斗。”吉尔气得拍起桌子，激动地问道：“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太菜了。”这时坐在吉尔身边的莉西亚打了一个冷战。上文微笑地对吉尔说：“你想加入我的团队，跟着我混，想参与浪潮的战斗，想要变强吗？”拉夫塔利亚听到这话，立刻喊出来：“上文大人！”吉尔露出坚定的眼神，喊道：“跟就跟，谁怕谁呀！我要变强，我要保护拉夫塔利亚。”此时，莉西亚也偷偷地攥起了拳头。好，那么大家就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叫基尔，我叫莉西亚，我叫菲洛，我叫拉夫塔利亚。介绍完之后，基尔突然喊道：“我有话要说，我的目标是要成为世界最强。”不错不错，目标很明确。正在想着基尔说的话时，莉西亚突然攥起拳头，站起来喊道：“我也是，我要成为世界最强。”毫无心理准备，正在感叹着基尔的觉悟时，着实给上文吓了一大跳。久违的上文的音效又一次浮现出来，第一次浮现出来还是与枪之勇者决斗的时候呢。上文说道：“觉悟很高啊，那么你们都成为我的奴隶吧。”奴隶？吉尔被上文所说的话镇住了，而莉西亚则瞬间发出他那特有的声音：“呀！”撒丫子就跑。菲洛，把他活着给我抓回来，要不然就不能让他活着回去。放心吧，主人，交给我了。砰的一声，菲洛变为飞洛鸟追了上去。随着莉西亚的哭喊声：“不要啊！”莉西亚被菲洛轻松地逮了回来。站在旁边的拉夫塔利亚也没有反应过来，愣在那里。等拉夫塔利亚反应过来，立刻喊道：“上文大人！”开玩笑也要适可而止啊！菲洛也是，你居然配合上文大人去抓莉西亚。吉尔以前可是当过奴隶的，还被残忍虐待过的，你就不能换个方法说吗？
吉尔和莉西亚都藏在拉夫塔利亚身后打着哆嗦。你看看你现在给莉西亚吓的。尚文撇着嘴说道。开个玩笑嘛？吉尔问道。尚文大人，当奴隶是开玩笑的，对吧？尚文说。不是啊，是真的当奴隶。听到这话的莉西亚又想撒丫子跑，结果被拉夫塔利亚一下子薅住脖领给拽住了。尚文大人，你还是别说话了。好了好了，是我不对，我不该开这样的玩笑。尚文对拉夫塔利亚说道。好了，不开玩笑了，听我说吧。我有个技能可以对我的奴隶进行成长补正，简单来说就是会给予他额外的经验值增加，但是只对我的奴隶有效，所以我才说想要变强就做我的奴隶吧。这样的话，当然选择权依然在你们自己的手上，不想的话我们再寻找其他的方法让你们变强。但是我现在只是说出来我知道的办法，不说的话以后你们知道了，明明可以如此简单的变强，还要寻找其他的方法，到时候来埋怨我，你们自己好好考虑吧。当了我的奴隶，我也不会强行约束你们，除非你们刻意的给我找麻烦。菲洛跑去莉西亚身前说，主人都没有约束过我，只有一次，因为他发现我不见了，为了找到我才用奴隶文来约束我。此时吉尔说，好，为了保护大家，为了保护拉夫塔利亚，为了保护我的家园，就是我把灵魂卖给恶魔我也不在乎。我是恶魔吗？不是，尚文大人看起来是个坏人，实际上是个大好人呢。看来吉尔的觉悟绝对不比拉夫塔利亚差呢。尚文心里想，莉西亚估计还会犹豫几天吧。刚刚想对莉西亚说，好好慎重考虑一下吧。莉西亚突然之间又吓了尚文一大跳，请让我做你的奴隶吧。如此诧异的尚文说，这么快就决定了吗？不需要再考虑吗？莉西亚喊道，我要变强。好吧，那么我就去拜托女王准备好2份奴隶文。痛，好痛。你们还好吗？没关系，为了变强这不算什么。尚文看了一眼他们真正的数据，吉尔因为等级很低，所以数值并不是很高，不过敏捷很突出。至于莉西亚嘛，终于知道树为什么嫌弃他弱了。和吉尔相比，他的数值就高那么一点，真是对不起他的等级啊！看来有必要让他重置自己的等级，重新开始。尚文对莉西亚说，你的成长数据并不是很好，这次浪潮结束之后，你想要变强的话，就要重置你自己的等级。又是尚文心里想着，莉西亚的数据就好像被平均化了似的，基本上各个方面的值都差不多，像是有弱点，又像是没有弱点。这个时候，女王带着一个女剑士走了过来。尚文大人，这位是我国数一数二的剑士，也是来陪大家实战的战斗顾问。在上次开完勇者会议之后，尚文和飞罗鸟女王佩托利亚说了会议的内容。他知道打算要帮勇者们提高实力，便说可以帮忙暂时处理各个国家的浪潮防御，从而帮助了我们争取了更多的训练时间。此时被女王带来的女剑士上前一步说道，末将名为埃库雷尔塞亚特，这次被委以勇者们的训练指导重任，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尚文疑惑地说道，塞亚特，第一次见到的人，好耳熟的名字，在哪听到过来着？尚文大人，塞亚特是我所住村庄的名字哟。拉夫塔利亚说道，这家伙是统治拉夫塔利亚那片领地的领主。不对呀，那个人死了呀。是的，此人正是曾经负责拉夫塔利亚小姐那片地区的贵族的女儿。那个贵族的女儿？那个贵族啊，面对他与亚人和人类和平共处的治理理念，应该很可靠吧？只不过贵族的女儿实力方面就……女王说，尚文大人请放心，他是我国数一数二的剑士。埃库雷尔向前一步说道，我愿意与尚文大人切磋一下，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到时候尚文大人觉得我不合适，我会自行离开。尚文说道，既然这样了，那么你就尽全力攻击我。好的，在下知道了，还请尚文大人多多指导。对决开始了，双方都摆好了自己的战斗姿态。埃库雷尔握紧了手中的剑，向尚文刺了过去。咣一声，尚文用盾牌挡住了埃库雷尔的攻击。刚刚觉得如此的攻击就轻松挡住了，他并不适合做战斗顾问。突然间，随着第一剑被尚文挡住的同时，又立刻变成了10连刺。正所谓是电光火石，还有一剑擦过了尚文的手臂。虽说没有造成实质上的伤害，但是擦到了却是个事实。尚文立即把所有注意力集中起来，挡住了其他的剑击。埃库雷尔后闪回去，收回了自己的剑，说道，我认输，我的实力远远不及尚文大人，还不足以成为尚文大人的战斗指导。尚文对埃库雷尔说道，你不用这么谦虚，挡住了你的攻击是因为我自身盾牌的加护属性，你已经展示出来你强大的实力了，欢迎你来做我们的战斗指导。尚文伸出了手与埃库雷尔进行握手。
请把你的剑技尽可能的传授给我们吧。好的，我一定会把我的剑术技巧全部教给你们。上文与艾库雷尔进行了交谈。刚刚的情况你看清了吗？吉尔问道。不是，我也只是勉强的看清楚的，莉西亚说道。上文问艾库雷尔，你能把自己的剑上面附加什么特殊的效果吗？例如魔法什么的，就像自由增加一定长度的魔法剑，这样吗？艾库雷尔拿出自己的剑，比划了一下，剑身长出了长长的魔法，包裹了自己的剑身，是这样吗？大家都吃了一惊。是的，那你能不能给你的剑上面附加上无视防御力，或者是防御力越高，受到的伤害越大的那种效果呢？很抱歉，上文大人，我的剑派并没有这种附加效果。这时，女王走到了上文的旁边，说道：“上文大人，请借一步说话。”上文与女王走到了旁边，艾库雷尔则和拉夫塔利亚他们进行了交谈。女王说道：“我们已经和各个领域的专家交流过了，说明了情况，实力都不差于艾库雷尔。但是，上文说，你别说了，我能想象得到，他们都是摆出一副臭脸的拒绝吧。”女王说：“他们倒是没有明确的表示，但是他们总是擅自行动，抓不到人。如此看来，就算抓到了，他们也未必愿意接受指导。现在只有上文大人愿意接受指导，但是与艾库雷尔的能力，想必也很快就会被超越吧。但是暂时还是请上文大人接受艾库雷尔的指导。”上文大人说：“当然了，艾库雷尔那里还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上文大人请放心，我们也向变幻无双流的老先生提出了做战斗指导。他一听到是做上文大人的战斗指导，立马爽快地答应了，估计很快就会抵达到这里。那位老者的实力，上文大人请放心，那位老者足以让上文大人的实力更上一层楼，成为勇者中的最强。真的有这么厉害的流派？这位老者是一个足以成为传说中的人。那么还请上文大人暂时接受艾库雷尔的指导，本宫还有政务，先行离开。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提出来，我会尽量来满足。”女王离开后，上文回到了拉夫塔利亚他们那里，发现莉西亚和基尔瘫倒在地，而拉夫塔利亚他们正在围着训练场进行长跑。艾库雷尔气喘吁吁地感叹道：“你们真不愧是上文大人的伙伴，基础训练没少做呀，我也是勉强才能跟上的。”菲洛和拉夫塔利亚同时说道：“没有啊，我们平时都不做这些的。”上文见到他们在长跑，他也加入了进来，一边跑一边说道：“我也没有做过这种基础训练的。拉夫塔利亚是亚人，本身就比人类的身体素质强，而菲洛更加是菲洛鸟魔物，他自己天生的就是非常能跑，而我有着盾牌的加护，所以也不会很容易觉得累的。”跑了数十圈之后，艾库雷尔喊道：“今天就跑到这里吧，我实在是跑不动了。你们个人素质越高，体力消耗的就越慢，所以你们三位拉夫塔利亚、菲洛、上文大人就不需要做这些基础训练了，只需要做剑术指导就可以了。另外两位莉西亚和基尔，我建议基尔先从基础训练开始。”上文大人说：“既然这样，先提高一下基尔的等级吧。菲洛，你带着基尔去咱们最开始练级的地方去升级，傍晚回来就可以。”“我知道了，主人。”菲洛变身之后，用羽毛抱起基尔，往后背一扔就跑了出去，留下来的只是基尔喊的一句话：“等等啊！”艾库雷尔说：“现在就让拉夫塔利亚和莉西亚进行比剑吧。”艾库雷尔开始教拉夫塔利亚与莉西亚如何的用剑，剑应该是这样握，更加方便使出力量，同时也可以顺手来阻挡别人的攻击。艾库雷尔详细的给他们讲解剑的使用方法。艾库雷尔说：“对，就是这样。”然后凭借着自己在实际战斗中积累下来的经验进行攻击和躲闪就可以了。上文心里想到，拉夫塔利亚的剑技不是我教他的如何偷袭的技巧，就是武器店老板老爹告诉他的那些杂七杂八的技巧。拉夫塔利亚还真的没有接受过剑术指导呢，看来拉夫塔利亚的剑术又要提升一大截了。过了一段时间后，艾库雷尔说：“接下来就让他们俩进行实战吧。”又是莉西亚那特有的声音：“想要变强，就要多次靠战斗来积累经验。虽然说现在是模拟战，不会真真正正的像实战中有着生命危险，但是也会充分的让你积累经验。”上文对莉西亚说道。“好了，开始吧，拉夫塔利亚，别出手太重，莉西亚的等级远远不如你。”上文想到莉西亚的等级和他的能力值完全不相符，正好看看对战的结果是什么。拉夫塔利亚一出手，轻轻地划了一下剑，莉西亚就被打飞了，一屁墩儿坐在了地上。上文赶紧喊道：“拉夫塔利亚，下手轻点啊！”拉夫塔利亚回答：“我没有怎么用力呀。”艾库雷尔说道：“拉夫塔利亚非常有剑术方面的天赋，他注定就会成为一个剑士。”上文问艾库雷尔说：“那么莉西亚呢？”
艾库雷尔回答道，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但是现在相比于他对剑术方面的天赋，我更在意他的内心。尚文心想，应该是受到了环境的影响，一直处于弱势，在他心里边一定留下了不少阴影。尚文想不到他在树的团队里到底是如何生存下来的。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到了傍晚，菲洛也带着吉尔回来了。尚文立刻去确认吉尔的等级与能力值，全部都提高了，等级更是达到了14级。现在已经很晚了，明天再让我们开始继续进行训练。现在大家一起去吃饭吧。